传位14子改传位于4子，隆科多篡改遗诏，弑父夺位。这条流传科102年的清宫最大秘闻，从头到尾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真正篡改历史的从来不是雍正，而是被他断了财路、革了特权的大清既得利益阶层。他们用费得100年的舆论围剿，把大清最勤政、最硬核的实干帝王钉死在了篡位者的耻辱柱上。只要聊起清朝历史，没人绕不开这个核心话题：雍正到底是不是篡位？打开主流影视剧、传统民间评书、各大短视频平台解说，大众给出的答案似乎板上钉钉，无可辩驳。所有人都听过那个流传最广的经典桥段：康熙遗诏原本白纸黑字写着传位皇14子，雍正暗中勾结步军统领隆科多，偷偷把诏书里面的10字添上2笔，改成了余字，仅仅1字之差，本该属于14阿哥胤禛的大清皇位，就这样硬生生被4阿哥胤禛偷偷夺走。配套的负面黑料几百年来早已传遍大街小巷，人人耳熟能详。有人说康熙晚年病重，雍正进献一碗人参汤，父皇饮用后当晚暴毙，这就是赤裸裸的弑父夺权。有人说雍正生母德妃乌雅氏心疼镇守西北的小儿子胤宠，痛恨大儿子篡权不义，当众怒斥雍正，最终撞柱自尽。雍正就此背上了逼死生母的千古骂名。还有人说雍正登基后大肆清算八爷党、九爷党等兄弟宗室，就是因为他内心心虚，杀人灭口，以此掩盖自己篡位的核心真相。卡100年来，这套宫斗叙事闭环完整，情节刺激，充满戏剧张力，完美契合了大众对皇家权谋的猎奇想象。长久以来，大众早已形成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雍正就是阴险狡诈的阴谋家，名不正言不顺的篡位者，冷酷无情的冷血暴君，而14阿哥胤禛才是天命所归的储君，命运坎坷的悲情英雄，无辜受害的皇室子弟。但今天我们打破固有认知，彻底撕碎这个流传整整团100年的历史骗局。我可以明确告诉所有人，雍正篡位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存续时间最长、逻辑包装最缜密的一场系统性舆论抹黑运动。表面上我们几百年来争论不休的只是遗诏上一个汉字有没有被修改，本质上我们被舆论误导了发的100年。真正隐藏在迷雾背后的大局，从来不是简单的遗诏篡改，而是一场贯穿康熙、雍正两朝，深度覆盖朝廷官僚、皇室宗室、地方士绅3大圈层的核心利益战争。雍正从来不是窃取皇位的篡位者，他是濒临崩塌的大清王朝唯一的续命人，而几百年来持续抹黑他、诋毁他、妖魔化他的人，从头到尾都在刻意掩盖一个残酷真相：这个勤政到近乎偏执、严苛到不近人情的帝王，实实在在动了全天下既得利益者的核心蛋糕。无数历史爱好者纠结了一辈子，所有争论都卡在实改于这个细节上，无法脱身。但只要我们搬出清代官方文书制度、汉字书写规范、皇家遗诏规制这卡个不可辩驳的硬核常识，这个流传100年的谣言就会瞬间土崩瓦解，没有任何辩驳与狡辩的空间。民间谣言最致命、最核心的漏洞，就是所有人都搞错了余字的古今书写形态。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的余字是建国之后正式推行的简体汉字，在整个清代，所有官方文书、帝王圣旨、传位遗诏统一使用正统繁体汉字，对应的字为 gen， 大家直观看字形就能明白，识字笔画极简，只有横竖2笔，繁体的淡字偏旁繁复，笔画密集，结构复杂。试问在严谨到极致的皇家正式遗诏之上，怎么把简单的识字随便添上几笔，改成结构复杂的干字？这根本不是简单的涂改文字，等同于直接重写整份皇家文书，在法理与实操上完全不成立。更有说服力的是实物证据，台北故宫博物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至今留存着2份完整的康熙遗诏原件，白纸黑字均为标准繁体汉文，无任何涂改痕迹。原件上清清楚楚记载着雍亲王皇4子胤禛，人品贵重，身肖正宫，必能克成大统。注记朕登基，即皇帝位。文本没有模糊空间，没有留白补写，没有字迹描改，所有细节都经得起专业文物鉴定。所谓识字添笔改成余字，完全是现代人用简体字思维凭空脑补出来的历史笑话，根本不符合清代文字规范。这是清史最基础、最硬性却最容易被普通大众忽略的官方制度。清代官方文书提及皇子称谓，有着固定不变的强制格式，统一为皇家排行家子，绝对不允许省略前置的皇字。老4胤禛，官方标准称谓是皇4子；老14胤珂，官方标准称谓是皇14子。按照民间谣言的说法，遗诏原文是传位皇14子，如果强行把中间的10字改成完字，整句话就会变成传位皇刚4子。
语句文理不通，句式结构崩坏，放在字字考究、句句严谨的皇家遗诏当中，等同于公然书写低级错别字。别说骗过在场的满朝文武、军机大臣，就连宫中负责抄写归档的底层文书太监，都能一眼识破这个低级漏洞。从清代典章制度层面判定，这个谣言已经直接死刑，不存在任何实操落地的可能性。这是击碎所有雍正篡位谣言的终极王炸证据。大清国家级传位遗诏绝非一张普通的汉字纸条，而是采用满、汉、蒙可种文字并列书写，开种文本三位一体，互为佐证，缺一不可，具备最高等级的法律与宗法效力。汉文文本或许还有人妄想偷偷涂改，但满文属于拼音文字，字母拼写逻辑、笔画结构体系和汉字完全没有关联。汉字的实和 ganz 在满文体系当中是两套完全独立、毫无关联的词根与字母组合。根本不存在添一笔改一画就能互相替换的可能。你就算能偷偷修改汉文部分，又要如何修改镌刻在皇家档案正本之上的满文、蒙文内容？看粉文本，看色中语言，同一继位结论，铁证如山，无法撼动。这是故宫博物院、国内清史研究所权威公认的终极证据，直接从物理层面彻底封死了篡改遗诏的所有路径。除了核心的改字谣言，还有2个流传甚广的衍生谣言。我们一并彻底锤死，不留争议。第一则谣言，雍正本名并非胤禛，他通过修改皇室名字，顶替了本该继位的14阿哥胤禛。我们查阅康熙朝原始御牒，也就是大清皇室宗室专属的出生登记档案，从胤禛出生录入到成年受封皇子，名字自始至终没有发生过任何变更。14阿哥早年曾用名胤禛，只是清代皇室同辈皇子的避讳改名，属于常规宗法操作，和皇位顶替、篡位没有半点关联，完全是后人刻意附会编造。第二则谣言，隆科多暗中拦截康熙发给西北的圣旨，阻止14阿哥胤禛回京继位。清代国家级圣旨传递有着严苛的闭环流程，内阁拟稿盖章，兵部驿站分级下发，沿途官员多层核验，全程留痕存档。隆科多当时仅担任步军统领，既不是内阁大学士，也不属于兵部主管官员，根本没有权限，没有流程入口拦截国家级加急圣旨。这个说法完全不懂清代行政运转体系，纯属凭空杜撰。看到这里，很多人都会心生疑惑，漏洞如此明显，基础常识就能戳穿的低级谎言，为什么能够流传整整阔百年？为什么从古至今，无数文人百姓、影视创作都执意要抹黑雍正？答案从来不在那份遗留的诏书之上，而在深层的阶层利益之中。所有能够经久不衰、代代流传的历史谣言，其本质都是为特定利益群体服务的叙事工具。雍正篡位论之所以能够封神，不是因为情节真实可信，而是因为清代全社会的既得利益群体都迫切需要塑造一个篡位暴君形象的雍正。我们想要读懂舆论围剿的底层逻辑，首先要搞懂一个核心问题：康熙晚年的大清王朝到底烂在了什么地方？后世无数人吹捧康熙是千古一帝，却刻意回避隐瞒了他执政后期的致命短板。晚年的康熙为政过度宽纵，纵容地方官员贪腐，优待宗室王公特权，放任地方士绅免税避税。简单直白来说，康熙晚年推行的就是老好人政治，对犯错官僚手下留情，对宗室权贵格外宽容，对地方士绅不断妥协。朝堂内外的所有权贵阶层都在这种宽松无约束的环境当中疯狂敛财巨富，兼并农民土地，逃避国家赋税。表面上天下太平，四海升平，王朝内部早已国库空虚。积弊丛生，康熙驾崩之时，大清户部存银仅有顿百万两，全国各地钱粮亏空，堆积如山，底层百姓税负层层加码，国家财政已经走到了濒临崩溃的悬崖边缘。这样一个积重难返的烂摊子，需要一个不讲情面、不畏权贵、敢于向既得利益者开刀的铁血帝王来收拾残局。这个人就是4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他登基继位之后，立刻推出了震动全国的4大新政，每一条政策都精准捅向权贵阶层的命门，直接斩断了7类核心人群代代相传的永久财路。首先，我们解读第一项新政：火耗归公。什么是火耗？清代地方官员征收钱粮赋税时，以碎银熔铸城关银存在损耗为借口，向当地百姓额外加收一笔银两。康熙年间，火耗征收没有国家统一标准，完全凭借地方官的个人良心随意定数。部分州县火耗价征课成，富庶地区甚至加到70%。这笔巨额收入全部流入地方官员的私人腰包，是基层官僚最核心、最隐蔽的灰色财源。雍正强力推行火耗归公，
全国所有火耗收入全部收缴归入国库，再由朝廷统一核算，给官员发放合法养廉银。一句话总结，全国基层官员传承多年的灰色小金库被雍正直接清零，一夜之间，全国州县官僚集体失去世袭财路，所有人都对雍正心生怨恨，暗中散布负面言论。第二项新政，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是雍正一生中最得罪人的改革，也是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此之前，历朝历代有功名的读书人、退休返乡的朝廷官员、世袭宗室贵族，全都拥有法定的免税、免赋役特权。这套规则催生了一个致命的恶性循环。土地越多的权贵越不需要向国家交税，越不用交税，就越有资本兼并底层农民的土地，失地百姓数量越来越多，国家合法税源越来越少，社会贫富差距无限拉大，阶层矛盾持续激化。雍正直接废除延续千年的特权制度，立下新规，不管你是状元及第的文人、朝堂退休的阁老、世袭罔替的皇亲、考取功名的举人，只要名下拥有土地，就必须足额缴纳赋税。国家征发验替役之时，官绅阶层必须和平民百姓一样服役，不得豁免。这条政策直接得罪了全国所有读书人、乡绅地主、退休官僚群体。我们要清楚，古代社会掌握舆论话语权、著书修史、传播民间言论的从来不是目不识丁的底层百姓，正是这群手握笔杆子、掌控文史记录的士绅阶层。你断了他们代代相传的免税特权，他们就动用手中的笔杆子，彻底毁掉你的帝王名声。第三项，新政摊丁入亩。古代长期实行人头税制度，家中人口数量越多，需要缴纳的赋税就越多。无地少地的穷苦百姓，人口负担重，税负压力大；地广人稀的大地主，资产雄厚，税负轻松。这种税制逼迫大量破产穷人依附地主生存，成为私人依附人口，进一步加剧土地兼并与阶层固化。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彻底废除实行千年的人头税，全国所有赋税统一按照土地亩数核算征收，土地多的多交税，土地少的少交税，没有土地的不交税。新政落地后，底层穷人瞬间减负，坐拥万亩良田的大地主直接大出血，全国豪强地主阶层自此对雍正恨入骨髓。第四项，新政整顿宗室八旗特权。康熙晚年，满清宗室子弟、开国功勋后裔依靠世袭爵位，不是劳作坐享朝廷后路，常年无偿侵占国库大量钱粮，九子夺嫡的纷争背后，本质就是不同宗室利益集团的权力博弈与资源争夺。雍正登基之后，严厉清查宗室，历年钱粮亏空，削减闲散八旗子弟的世袭俸禄，禁止王公贵族私自敛财，干预地方政务。这一刀彻底得罪了满清核心宗室圈层，也就是八爷党、14爷党赖以立足的权力根基。现在我们复盘全局，答案已经一目了然。雍正凭一己之力，同时得罪了地方官僚、士绅文人、大地主、八旗宗室四大强势群体。这四类人恰好垄断了清代社会所有的话语权、文字书写权、民间信息传播权。他们无法公开否定新政的实际成效，不敢公然对抗皇权统治，就选择了最阴险的方式，杀人诛心，制造舆论，编造黑料，系统性污名化帝王。既然你断了我们所有人的财路，那我们就毁掉你一生的人品与名声，改诏篡位，弑父逼母，残暴冷血，弑杀兄弟。这些不是民间偶然滋生的八卦传闻，而是四大利益集团联合定制、层层发酵的系统性舆论追杀。清史档案早已锁定谣言的最初源头，那就是当年被发配边疆的八爷党心腹太监、门下奴仆。这群人带着强烈的政治仇恨，在流放沿途四处散播雍正篡位、弑父杀君的谣言，再经由失意文人、地方士绅加工润色，添油加醋，层层发酵之后传遍全国，深入人心。更具讽刺意味的是，雍正本人的应对操作。为了向天下百姓自证清白，他亲自编撰《大义觉迷录》，在全国刊印发行，全民宣讲，逐条驳斥坊间流传的所有谣言。他的本意是澄清真相，消除误解，最终却适得其反，把原本仅限上层圈层知晓的宫廷秘闻、谣言细节扩散到了全国各个角落，原本小众的朝堂八卦变成了妇孺皆知的全民故事，篡位谣言就此彻底扎根民间，再也无法根除。等到乾隆继位之后，他深知这套舆论的巨大危害，立刻下令封禁《大义觉迷录》，处死谣言源头增进。但一切为时已晚，看百年的污名基调已经牢牢刻在了雍正的帝王标签之上。
再也无法轻易抹去。很多人看完《印河辟谣》之后，心中依旧会产生2个核心疑问：第一，既然雍正属于合法继位，康熙当年为什么要册封14阿哥胤堂为抚远大将军，让他常年坐镇西北，手握重兵？第二，雄才大略的康熙到底看中了雍正身上的什么特质，执意将大清皇位传给他？我们先来解读14阿哥胤禛，他从来都不是康熙属意的储君人选。康熙重用他领兵西北，是精准的军事战略布局，绝非传位的铺垫。康熙57年，西北准噶尔部发动大规模叛乱，西藏边疆局势动荡，大清西线国防面临全线崩盘的巨大风险。这场战争关乎王朝边疆存亡，必须派遣皇室至亲领兵出征，才能稳定全军军心，节制八旗精锐部队。胤禛的优势十分明确，年轻勇武，擅长治军，在八旗军中拥有极高威望，是领兵作战的最优人选。但他身上存在2个致命短板，注定无缘皇位。其一，他深度绑定巴耶党，长期结党营私，圈层利益固化，一旦登基继位，必然延续康熙晚年的宽纵治国路线，根本没有魄力，没有决心改革王朝积弊。其二，他常年远离政治中枢，长期驻守西北军营，不熟悉户部钱粮、吏部考核等核心政务，不懂国家财政的底层运转逻辑，根本没有能力接手这个积重难返的王朝烂摊子。康熙任用胤禛是扬长避短，利用他的军事才能稳定边疆，不传位硬吞，是看清短板，认定他不具备帝王的政治素养。再看雍正，康熙最终选择他继位，是深思熟虑、权衡全局后的最优解。核心原因有看点：第一，性格高度适配。雍正早年在朝堂有冷面王的称号，不结党，不徇私，不近人情，做事风格铁腕决绝，不留情面。康熙晚年亲眼见证了宽纵治国带来的种种恶果，急需一位严苛务实、敢于动刀、不惧骂名的继任者，矫正王朝的行驶航向。第二，专业能力匹配。雍正常年分管户部、吏部2大核心部门，精通钱粮核算、官员考核，清晰知晓国库亏空的核心症结，洞悉官僚贪腐的运作套路。在所有皇子当中，只有他精通财政，熟侃吏治，具备推行全国性深度改革的专业能力。第三，政治立场中立。九龙夺嫡的混乱纷争当中，雍正早期既不依附废太子，也不投靠强势的巴耶党，始终保持独立的政治立场，没有绑定任何深层利益圈层。他登基之后，无需回馈任何政治盟友，可以毫无顾忌地向所有既得利益者开刀，彻底根治王朝弊病。后世广为流传的浪漫解读，认为康熙传位雍正是为了让孙子乾隆日后继位，这只是后人美化后的文学想象。康熙真正看重的从来不是皇孙弘历，而是雍正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改革能力。现在我们回到全篇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欺骗了我们整整看100年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不是那一个被后人脑补篡改的汉字，不是影视剧刻意编造的宫斗剧情，而是历代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自身世袭特权，联手用舆论编织的一套系统性谎言。今天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真实的雍正，看清这个被抹黑了卡100年的帝王到底为大清王朝、为底层百姓做出了多少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在位仅有10千年丁个月，是清朝执政时长最短的皇帝之一，却是大清王朝真正的续命核心。他一生批阅各类奏折4万1面6百余件，其中汉文奏折提1万5哈件，满文奏折陆哈600件，总批阅批注文字超过1.8万字。他没有效仿康熙频繁南巡巡游，也没有像乾隆一样六下江南奢靡享乐，常年身居紫禁城，全年无休，每日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就连除夕佳节他都在伏案批阅奏章，处理国家政务。他接手大清之时，国库可用存银仅有多百万两，他驾崩离世之时，国库存银达到6里万两，财政体量翻了7.5倍，为后世康乾盛世筑牢了最坚实的财政根基。他废除延续1000年的人头税制度，让亿万底层穷苦百姓不再因家中人口众多而加重赋税，直接推动清代人口爆炸式增长，大幅降低了普通民众的生存压力。他终结士绅阶层的免税特权，强力遏制土地恶性兼并，严厉打压官僚贪腐乱象，硬生生把濒临财政崩盘、阶层撕裂的大清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他是典型的闷头实干型统治者，不刻意造势，不刻意亲民，不张扬功绩，只专注于动体制之刀，改陈旧制度，割王朝病灶。但历史向来残酷，越是埋头实干的帝王，越容易得罪既得利益群体，越是触碰权贵蛋糕的改革者，越容易被舆论全方位围剿抹黑。反观历史上被后世吹捧的帝王，康熙为政宽纵，讨好权贵，得罪人少，史书定位为千古一帝。
乾隆好大喜功，迎合士绅，推崇文治，留下风雅盛名。唯独夹在中间的雍正扛下了所有朝堂戾气，背尽了千秋骂名，做了最艰难的深层改革，却被牢牢钉在篡位暴君的耻辱柱上，整整400年。这就是中国历史最残酷、最真实的底层潜规则：笔杆子永远掌握在既得利益者手中，讨好权贵圈层、纵容世袭特权的统治者会被史书美化成人君圣主。打破阶层特权、为民让利、负重前行的实干者，反而会被舆论抹黑成暴君奸雄。雍正从来不是窃取皇位的篡位者，他是封建时代利益舆论围剿下的历史牺牲品。他用自己一生的骂名与污名，换来了大清100年稳固国运，换来了底层百姓100年安稳生计，使100年时光流转，流传已久的谣言也该就此落幕了。请所有人记住这个被误解终身、被抹黑100年的帝王。爱新觉罗胤禛，大清王朝最硬核的改革者，历史上最无辜的背锅人。